婆婆以自己生了10个儿子为骄傲，而我因不孕之症，被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婆婆拉着我去娘娘庙求子，娘娘庙里拜娘娘，灵儿自往肚里挂。可从娘娘庙里出来后，我没怀孕，倒是婆婆怀上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给我滚！婆婆愤怒地将碗筷摔在地上，饭菜和汤汁污染了地面。我丈夫杜瑞面色阴沉，平复了呼吸，憋着气把地面清理干净后，一言不发出去了。婆婆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叫喊着，她的小腹微微隆起，显然已经怀了个小生命。自从去过娘娘庙后，婆婆就怀孕了。她对此十分惊恐，使用了各种办法，也没能把孩子打下来。月娥，带妈去医院做人流吧。婆婆握着我的手，眼里甚至噙满了泪。我扯出来一个假笑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将手抽了回来，无视了婆婆那怨毒的眼神。反正她儿子认为她是得了老年痴呆，满口胡言乱语，我多管什么闲事。婆婆气急败坏地躺在地上打滚，我见怪不怪，她这样子太多次，谁也不会把她往精神正常的方向想。别看杜瑞现在勉强扮演着孝子，实则内心里烦透了他妈。可我婆婆不知道呀，她天然觉得我们应该以她为主，没想到现在大家都拿她当神经病。她的其余9个儿子，一人每个月凑合着给她打上200块钱，就算对她有个交代了。这真是人老遭嫌呀，10个儿子都靠不住，我这个讨她嫌的儿媳就更靠不住了呀。我换上一条蓝裙子，拿了个编织包，准备出门打麻将了。小贱人，你去哪儿？婆婆骂人骂来骂去，没有一点新意，骂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牌友已经定好了棋牌室，现在3缺1，我可没心情和我这个讨厌的婆婆在这儿浪费时间。我哼着歌出了门，身后还能传来婆婆恶毒的叫骂声。邻居赵奶奶怜悯地看着我，我婆婆这张嘴在我们小区算是出名了，大家都很可怜我，托我婆婆的福，大家都认为我是个敬爱长辈的好女人。实际上，我经常在外鬼混。我丈夫杜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办法，他不行呀。不过婆婆不知道，想到婆婆带我去娘娘庙求子，结果自己怀了，我就乐不可支。当时她一步也不肯迈进庙，是我推了她一把，这一推倒好，一下就怀上了。这娘娘庙太灵验，灵验到让一个丧夫多年的女人都能怀上。不过这灵验对我这泥塑的身子没用，阳光下我的皮肤有些干裂，我急忙喷了喷雾，皮肤立刻恢复如初。这具身体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容易干。哦，还有脱发严重。我望着我不小心薅下来的一缕头发，陷入了沉思。该去哪儿再整点头发呢？我和牌友他们打了6个小时麻将，眼看杜瑞要下班了，我们才散了伙。我在烧烤摊吃了一顿，打了个饱嗝，不情不愿去到隐藏在居民楼里的黑心饭馆。这家专做外卖，屋里臭气熏天，苍蝇乱飞。好在菜是预制的，所以吃不死人。老板熟练地给我包了一份宫保鸡丁和一份拍黄瓜，我接过，不紧不慢地向家里走去。都说孕妇饿得快，我婆婆当然也是。由于中午没吃饭，她饿得恨不得将外带盒都吃了，她的肚子又带了一点，她没有察觉。算算日子，这孩子也快出生了，毕竟这孩子不是人，用不着真怀9个月。你不会多带点，诚心饿你妈我吗？得，又开始了。今天3盒米饭都没吃饱，看来这肚里的孩子长势惊人。我撇撇嘴，熟练地躺在了沙发上玩手机。
杜瑞回来的时候，婆婆还在喋喋不休地骂我：瞧你那邋遢样，我儿子娶你真是倒了血霉了！你个小贱人，自己生不出来，还不让我儿子找别人生，你是存心要我们宋家断后呀？杜瑞冷了脸，又被戳到心上了。他一个无精男，和谁能生得出来呀？我挑挑眉，用着最温和的语气：妈，瞧您这话讲的，不如我和杜瑞离婚吧。婆婆眼睛一亮，欢喜之色溢于面上。好，赶紧离，别耽误我抱孙子。孙子是指望不上了，不过儿子还是可以。我意味不明地看了眼婆婆的肚子，婆婆吓得急忙用手捂住。杜瑞一言不发，沉默地去了书房。他这个人在家里跟透明人似的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婆婆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杜瑞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医院的报告单出来时，他差点把牙咬碎。妈，你告诉我，你怀的是谁的种？我一把年纪了，能怀谁的种？你妈我可没有在外面乱搞，那你怎么能怀上？还不是陪着你媳妇去娘娘庙害的。妈，你骗我，能编个好一点的理由吗？杜瑞一气之下丢下婆婆和我自己出了院。婆婆蹲在地上哭，一直说自己冤枉。医院的护士过来询问了下情况，婆婆又开始诉苦，要不是陪我儿媳去娘娘庙求子，我能怀上孩子吗？护士有点不明所以，我用手指了下脑袋，护士立马意会到了我的意思。围观的吃瓜群众们被疏散。麻烦呢？我在想怎么把婆婆带回去安胎，杜瑞却去而复返。刚好不用我想办法了。杜瑞让婆婆起来，婆婆依然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人们异样的视线让杜瑞脸面发红，情急之下，杜瑞将婆婆抱了起来。婆婆受了惊，终于消停了，一路无言。杜瑞带着我和婆婆回了家。过了一阵，到了晚上，婆婆的其他9个儿子都来了。妈，你告诉我们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他搞大你的肚子，怎么着也得负责吧？婆婆争辩，没有男人，你们相信吗？我真是去娘娘庙怀上的。在杜瑞和他的9个兄弟看来，这个理由够扯淡。他们努力排查着可疑人选，一无所获。年纪大了，怀着孕经不起折腾。经过了10个儿子长达2小时的拷问，婆婆筋疲力尽，可儿子们还不想放过她。大哥皱着眉：妈，你以为你不说就能保护好那个野男人了？你想把这孩子生下来瓜分遗产，那是做梦。三哥发出冷笑：老了脸面都不要，这生下来怎么着？让我们抚养？妈，你这是真不厚道。几个哥哥都相继表明了自己的不满。作为他们中最小的弟弟，杜瑞最后传达了一个指令，那就是打掉婆婆肚子里的孩子。婆婆惊慌失措地捂住肚子，医生今天可是告诉她，她年龄大了，依照目前的身体情况，强行打掉孩子很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为了保护自己，婆婆立马变成了斗士。老娘一个个将你们养大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娘的？我呸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儿子我生定了。看着亲妈这般无礼，几个儿子连带着儿媳一块吵了起来。我百无聊赖地打开了小程序，玩起了狼人杀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天亮了，昨天死了一个人，死的是我。我一把扔掉了手机，谁一上来就杀我，太讨人厌。他们的争吵被我的动作打断，我立马换上了人畜无害的模样。哥哥们放心，妈生的孩子以后我和杜瑞抚养。他们终于想起了我是个不孕的女人，于是满意地点点头。杜瑞脸色铁青，对我的自作主张非常不悦。我笑着拉起了他的手，暗地里拧了他的胳膊，他痛得差点叫出来。我又一次打开了狼人杀小程序，这一次我是狼，
我先解决了那个名为神经蛙的人，在我的筹谋之下，这一次狼人大获全胜。姑奶奶，我错了。陈玉内斯在绿泡泡那端求了饶，大哭的表情逗乐了我。小东西，姑奶奶，我告诉你，要懂得尊老爱幼。以为变成神经蛙我就不认识你了？敢第一刀捅姑奶奶，你小子有种！陈玉发了一个悔不当初的表情包。我让陈玉速速准备好东西，准备接下来配合我。奶奶，我尿急，我先尿个尿。尿尿尿，我看你脑子里都是尿。我冷笑着拉黑了他。小黑屋蹲着去吧。我对着镜子拿下了我的假发，爱惜地抚摸着他的每一个地方。陈玉这厮太不靠谱。我从娘娘庙出来的时候，让他给我准备假发，他抠门，不知道从哪儿给我买了最便宜的，一掉一大把。现在我的头发已经不足1/3了，惆怅。烦气，我拨通了陈玉的电话，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顿。陈玉这个缺德孩子，一点也没有他太爷爷大方。他太爷爷当年可是每到逢年过节都给我送金子、买新衣服的人。哎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发现卧室的门被推开一条缝，婆婆鬼鬼祟祟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想干什么，看样子今天晚上不平静。为了弄明白她想干什么，我装起了睡。婆婆慢慢走了进来，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动静。她在我床前蹲下来，似乎往床下放了什么东西。当她抬起头想要起身时，我突然坐了起来。婆婆猛地被吓了一跳，瘫坐在了地上。我及时打开台灯，婆婆顾不上屁股疼，站起来就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有病吧你！脑子被驴踢了，敢吓你妈，我看你活腻了！”婆婆扬起了她那如同鸡爪一样的手，想要呼我巴掌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她心虚地放下了手。“你这个晦气玩意，老婆子，我不和你计较。”她略显狼狈地离开了卧室。我伸手在床下一勾，勾出来了一只兔脚。晚上在床下放兔脚，这是助孕的法子，不过此法阴毒，孕妇会正常怀孕，但会死于生产时。可放兔脚有什么用？我和杜瑞都分房了，这老婆子真是贼心不死，居然还想让我怀孕。不过这放兔脚的方法是谁告诉她的？我将陈玉从黑名单中拉出来，告诉了他这回事。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，肯定不是我干的呀。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打下了2个字：废话。这孩子脑子不好使，我怀疑谁都不会怀疑上他。我让陈玉留意玄天观里的人，我怀疑有人在帮我婆婆。眼看着她即将临盆，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池。陈玉表示明白。我随即打开抽屉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用剪刀剪出了一个纸人，跟着我婆婆。纸人做了揖，艰难地支撑起身体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婆婆，让我看看你究竟在耍什么把戏。杜瑞知道婆婆怀孕后回家越来越晚，想把照顾老妈的责任推给我，想的是挺美。我超常出去打麻将，婆婆的脸越来越臭，杜瑞和我都当没看见。终于婆婆忍耐不住，把我们训斥了一顿。你们2个是嫌弃我吗？一天天早出晚归。杜瑞我就不说了。王月娥，你天天出去打麻将，有把我放在眼里吗？是没有，不过当着婆婆的面我还是做了做样子。妈，饭菜我可是每天都给你带，你这能睡能吃4肢健全的，我待在家不是还给你添堵吗？那你算了，我现在怀着孕，以后你们2个每月多给我2000。我没做表示。杜瑞也懒得搭理婆婆，闷不作声又出门了。小王八蛋，老娘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！
我还挺清楚杜瑞现在的为难与委屈的。早些年他是程序员，月薪2万，给婆婆花些钱不是什么难事。后来他被裁员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只能做个月薪几千块的销售。婆婆一直不知道这回事，杜瑞为了面子也一直没提。天杀的，2000块你们都不给。王月娥，她不管我，你得管，要我管也行。我爽快地给了婆婆一张信用卡，好心提醒她，名字是你儿子的，随便花。不过你儿子现在房贷已经快供不上了，我看我们下个月去睡大街挺合适的。婆婆愣住了，怨毒的表情僵在了脸上。这下杜瑞的事儿是瞒不住了，这娘俩有得吵。杜瑞和婆婆彻底摊了牌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家里这么困难，你怎么一直自己扛着？婆婆瞥了我一眼，意有所指。我知道她是想让杜瑞找我拿钱，想什么呢？当初她怕我贪图杜瑞的钱，让我和杜瑞签了婚前财产协议。我无所谓，反正我结婚后不打算上班。现在她倒来谋划我的财产了，挺没劲的。我要出去吃宵夜，撂下这一句话，我拎着包又走了。婆婆刚想说什么，就被杜瑞用摇头的方式劝阻了。脚步声渐渐走远，在确定我已经走远后，杜瑞开口讲了话：妈，你之前和我说的那件事，我决定了，我干。但妈，好歹我和王月娥夫妻一场，请你这段时间对她好点。什么玩意儿？纸人传达来的话让我二丈摸不着头脑。杜瑞，我以为他只是内向没主见，现在看来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这娘俩想对我做什么？距离婆婆生产还有1个月，我可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。我给陈玉发了消息，让他速来助我。陈玉回复：收到，长官。这糟心孩子让我感觉不安。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，别的男人我不敢说。陈玉这崽子是真靠不住，我还得找个外援。我打开朋友圈，看到黑山老妖最新的一条动态，太闲了，闲得只剩下睡觉。时光短促，你怎么好意思睡觉的？我得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发挥出无限的价值呀！我让黑山老妖来找我，他给我回复了一个流泪的表情。我坐在烧烤摊吃了13个串后，黑山老妖慢悠悠地出现了。他像个自闭少年，一身黑衣，整个人感觉丧到家了。我招呼他坐下，来吃，今晚姐买单，管够。他委委屈屈地看了我一眼，一言不发地开干起来，一串接一串，人狠话不多。烧烤摊的老板笑得嘴都合不住，这样能吃的时刻可不多见。我为我的钱包庆幸了一瞬，还好我选择了烧烤摊，不然得把我吃破产。早前听闻黑山能吃，没想到他这么能吃。竹签越堆越多，盘子一个落一个。黑山化悲愤为食欲，吃吧，吃吧，吃了就得给姐好好干活呀。我阴险地想着怎么压榨黑山的劳动力。终于在黑山吃完了第367根串后，他停下了，吃饱了，总算吃饱了。42盘菜，367根串，这在腰里都算大胃王。这次找你来，是想让你帮我脱离娘娘庙。黑山叹了一口气，姐姐，你太高看我了，你看我这实力，能力有限，恐怕力不从心。姐相信你，你虽然实力不算很强，但你脑子比较好使。我握住黑山的手，诚恳地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。黑山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姐，我就知道你会演食猪。我的冷汗冒了出来，这孩子纯想多了。我找他单纯是因为其他妖不想来，嗨，这一个个都傻得可爱。吃过宵夜后，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。我回到了我的房间，洗过澡后，杜瑞来为我送了一杯牛奶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
我妈怀孕脾气不好，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。杜瑞的眼神飘忽，一副心虚的样子。我都不用问纸人，就知道这杯牛奶有问题。这思想干什么？没关系的，那是咱妈。我能理解她怀孕后情绪波动比较大。我客套了2句，在杜瑞期待的眼神中喝下了那杯牛奶。我装作头晕，在将要昏迷的时候，杜瑞将我抱到了床上，他自顾自地脱起了衣服。联想到婆婆昨天偷偷放在床下的兔脚，我总算知道她是想让我怀孕了。无语。黑山悄悄从窗外钻了进来，打晕了她。杜瑞全身光溜溜的，实在不雅观。姐姐，这娘俩心肠黑透了。没想到啊，这母子俩居然如此凶狠，借助兔脚怀孕，孩子会顺利出生，但产妇会大出血而亡。我对我婆婆的人性并不抱有期望，可我没想到杜瑞真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他平素是个救助流浪动物的热心好人啊。黑山，人心莫测呀。黑山将杜瑞搬到床上，淡淡道：姐姐，人性使然，千年如此。是啊，终归是人性。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？先陪着他们把这出戏唱完吧。婆婆快生了，眼下让我怀孕，多少透着些诡异。正在此时，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小缝，纸人笨拙拖着一个破瓷片走了进来。我想，我明白他们是想对我做什么了。纸人带来的瓷片是娘娘庙里供奉之碗的碎片，莫名多出的胎让婆婆很害怕，不知是谁给她出的招，他们居然想利用供碗的力量将她肚子里的胎儿转移到我身上。供碗的力量不就是我的力量？他们这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但供碗必须得留在庙里，否则他被有心人掌控，很可能会对我造成致命打击。姐姐，要不我们把你婆婆关起来，以免节外生枝。黑山还有这脑子？我惊奇地瞧着他，他耳朵微微泛起了红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那是非法拘禁，最后1个月真是难搞。和黑山商量后，我们决定还是将计就计，碗的事情还得解决。我通知陈玉去趟娘娘庙看看情况，我碗丢了，需要给我补个新的。陈玉回复收到，然后陈玉给我卖弄起了他最近学的网红舞蹈，只能说没眼看。为了防止陈玉这小子不干正事，我特意告诉他，只要他好好帮我办事，我就让他学一门新法术。陈玉欢天喜地，立马表示：姑奶奶，我陈玉这辈子就是你的人，什么法术不法术的，我陈玉为你做事不求回报。这欠扁的声音，我和黑山表示无语。杜瑞在床上昏睡，我让黑山给他编造断床上的记忆，这不好吧？黑山扭捏着，男女那档子事儿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其实想说，我不会。黑山的声音像蚊子一般小，我震惊。黑山活了2000多年，居然还挺纯。我无奈施法，让陈玉自己做了一个梦，梦会随着他的心意而发生变化，这下应该能糊弄过去了。清晨的闹钟准时响起，我醒来，杜瑞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大概是怕我骂他，自己先跑了。有胆子干没胆子认，真是个懦夫。我刷完牙准备洗脸，婆婆进来了卫生间。月娥呀，这1个月你得好好休息，不要动不动出去打麻将，你这次肯定怀上了。婆婆看着我的肚子，像在看金子。我看着镜子里的她，不屑地问：你再叫我做事？婆婆恨恨瞪着我，想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无所谓，我一贯的人设就是不服管教，现在她还要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她就更不能拿我怎么样了。婆婆皮笑肉不笑，我想喝鸡汤，城里的鸡都是饲料养大的，我想回老家买只土鸡，好好补补身子。
我不明白，怀着一个泥孩子有什么好补的？既然他想，那就让他回去蹦跶蹦跶。刚好我也想看看他又想做什么妖。他这种实际懒人，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回去只是为了一只鸡。我告诉陈玉，我和婆婆要回老家，让她尽快解决娘娘庙的事。陈玉回复了一个 OK 的表情包。等到中午我们将车停到村里时，陈玉给我拍了张贡丸摆在供桌上的照片，表示事情已经办妥。这孩子总算靠谱了一回，我现在全无后顾之忧了。那么可以开始计划了。婆婆去了相熟的人家买鸡，我靠在一棵槐树上，避着阳光。老槐树精在我耳边嚷嚷：“娘娘，您要是这么走了，方圆百里没人罩着我们，可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凉拌！我只是走了，又不是死了。”我一再向槐树精表示，我只是出去游玩，不会卸下妖王之位，扔下他们。槐树精感动得吱呀乱颤，对门的孩童见了，吓得哇哇大哭。这老槐树年纪大了，自控能力都变弱了。我向他的树皮输送了部分法力，他才安静下来。老槐树他们的顾虑我清楚，可我也想要我的自由。我被困在杜家村太久了，当初我还是个泥人，尚未修成人形的时候，帮助了杜家村的祖先，他们认为我有灵，特意为我修了庙，为我供了香火。后来村子里卷入了战乱，母亲们为了保护孩子，求到了我面前，我用法力护住了那些孩童。后来不知怎么，人们传言我送子很厉害，家家户户都来求男丁，生男生女乃是天意，不是我一介妖物应该兑现的愿望。杜家村的人为了逼我就范，将我的泥身用绳索捆住，埋进土内，又自上浇了7名童女的血，让我不得逃离娘娘庙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40年前，婆婆贪心的要了10个儿子，引发了强烈的蝴蝶效应，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变化。妖界6扇门查到了我这里，他们给了我2个选择，要么以死谢罪，此账一笔勾销，要么他们助我用分身亲自去人间将功补过，让杜家绝嗣。我没得选，只能来人间。可我来得太晚，杜瑞的哥哥们都生了孩子，我只好让杜家现存的人统统丧失生育能力。原本这件事已经办妥，我该回到娘娘庙，偏偏我婆婆作妖，带我去娘娘庙求子。没想到她意外怀上了，这是我的机缘。我要利用婆婆腹中的孩子，助我彻底脱离娘娘庙。婆婆非要在老家住1天，我心里明白她有秘密。凌晨2点，婆婆偷偷出了门，我跟在她身后，眼看着她进入了娘娘庙。娘娘庙的力量又一次产生波动。婆婆出来时，怀里正抱着我的新贡碗，偷了老娘旧的，又来偷老娘新的，在我这儿进货吗？贡碗是娘娘庙的一部分，但携带娘娘庙力量的贡碗永远是最新的那个。我现在倒是可以再放一个新贡碗进去，但架不住他们总偷啊。为今之计就是找一个人在庙里守住我的贡碗，在贡碗丢失后及时补上。我不确定婆婆背后之人的实力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发信息让黑山过来支援。婆婆抱着碗走到了村口，她将碗放下，又转身返回。这碗应当稍后会有人来取。为了不让婆婆发现我跟出来，我留下了纸人，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老宅。在我躺下不久后，婆婆回来了，她打开了房间的门，确定我在床上后，回到了她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纸人求救的信息被我获取。我刚想透过纸人看清敌人的面目，就感觉到眼睛一阵刺痛。纸人被毁了，那人甚至隔空烧伤了我的眼睛。黑山急忙为我寻来了夜路，
做了冰敷，我的疼痛才得以缓解。大意了，我自负法力高强，却不小心着了道。娘娘庙在夜里又摆上了新的供碗，我叮嘱黑山好好查看入庙的人。黑山突然问我：“姐姐，如果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呢？与其说是调虎离山，不如说是分散我的力量。黑山作为我最大的助力，留在我身边会让他们的计划受阻。可娘娘庙的事情也不能不管不顾，对方这是摆明的陷阱，我也不得不跳进去。日子如流水逝去，转眼间1月已过，我确实怀了孕。而婆婆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个西瓜，婆婆焦虑到整夜睡不着。我虽然怀了，但她肚子里的孩子并没有消失。她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日日恐惧即将出世的孩子。杜瑞这些日子天天待在家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终于婆婆生子的这一天到了，窗外阴云密布，婆婆的汗浸湿了枕头。等待了3个小时后，婆婆生出了一个泥孩子。杜瑞将泥孩子递给了我，快走，时间紧迫。我来不及询问杜瑞的异常，便带着孩子火速向娘娘庙赶去。这个泥还由人孕育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它是活物和死物的中间形态。只要把它带进娘娘庙，就可以瓦解掉束缚我的力量。我必须要把它带回去。一路上，我遭遇了大大小小的妖兰劫，他们疯狂抢夺着泥孩。我一边抱着泥孩，一边狼狈应对着。该死的幕后之人好算计，他放出了泥孩的消息，引发了妖物的争夺。面对一个能助自己超脱生死的东西，他们没理由不动心。在经历一番厮杀之后，我有惊无险地到了娘娘庙的门口，陈玉已经等候在了那里。阵法准备好了吗？陈玉点点头。我抱着孩子坐在了阵法中间，开始施法。黑山和陈玉为我护法。娘娘庙内起了风，随着风力越来越强，我的法术也即将要大功告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把匕首从我的身后刺入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陈玉，为什么？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背刺我？姑奶奶，你知道的，我天资有限，再怎么努力修行也进展缓慢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本就是领土之身，又有了凡人的供奉，修炼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姑奶奶，你一向疼我，不如就把你这身灵肉与法力给我吧。多可笑啊！这个疼爱的小辈居然想要我的命。伤口一点点扩大，我忍着痛将匕首拔出。陈玉为了杀我做了万全准备，沾染了天师鲜血的匕首对于妖来说是致命的武器，千算万算，千防万防。我也没想到陈玉才是那个幕后黑手，他对我如此，想必黑山也已经遭了毒手。我努力看向黑山，他僵硬着四肢，眼睛灰暗，已经是个傀儡了。他为了一顿烧烤，就将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。我害他匪浅，我的脚已经变得麻布，后来腿也麻了。我的躯体在以飞快的速度泥化，再过10分钟，我就该彻底变成一个泥人了。姑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承接你的法力。你死后，我还会重新给你做个身子，一定把头发给你捏上，让你去了那边好全个模样。我呸！陈玉，你一介凡身，就算有了泥蛙，想要吞噬我也没那么容易。我活了5000年，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。姑奶奶，我奉劝你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聒噪！陈玉冷漠地看着我，我的泥化已经到了胸口处。当初我故意将婆婆推进娘娘庙，想吓她，谁知她阴差阳错之下怀上了泥娃。我以为那是我脱离娘娘庙的机缘，如今看来都是陈玉的算计和谋划。在我丧失意识的最后一刻，我看见陈玉将自己的皮肉
一片片割开。他想要我的泥身，只能拆了自己的骨头，将我的躯体融进他的皮肉内。陈玉这个孩子够狠。时间似乎过去了几个世纪之久，我看见我的主人将我捏出来，送给了他心爱的姑娘。姑娘日日对我诉说着她对主人的思念。后来主人死在了战场上，姑娘被母国选为赠送给敌国的美人。姑娘满怀怨恨，一心想刺杀敌国军上。再后来她失败了，也死了。我流落到了燕人的手中，燕人告老还乡，我又流落到了宫外。很多人都当过我的主人，我见证过很多人的死亡。我即将化成人形的时候，一个道士捡到了我，他将我身上的灰尘擦拭干净，请求我保护经受战乱的百姓。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他有着和杜瑞一样的面容。我突然惊醒，我居然没死。我看着我灵活能动的四肢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黑山和陈玉已经不见了，我身上的锁链被砍断，我能彻底脱离娘娘庙了。我想我知道是谁救了我，是他，杜瑞，他是我的最后一任主人。我跑出娘娘庙，分辨着空气里的气息，我跟着血腥味一路走啊走，终于在小池塘边发现了已经死去的陈玉和黑山，还有将要咽气的杜瑞。杜瑞看见我，努力咧开嘴笑，怎么还让你见到我这番狼狈模样？我急忙为他输送法力，却没什么用，别费力气了。月娥，我能再度为人已是逆天之举，你救不了我。我依旧固执地输送法力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和我相认？他脸上显出了愧疚的神色。月娥，当年我让你护住那些村民，没想到他们后来起了歹心，困住了你。此事由我而起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杜瑞的鲜血往外喷涌，我用尽各种手段也没办法阻止他生命的逝去。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得好好活着。月娥，黑山的妖灵我保存下来了，他过去修行急躁，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从头来过。狗屁，他怎么这么多话？真啰嗦！我愈发迫切地输送法力，可杜瑞的身体还是一点点变凉。对不起。杜瑞的话音刚落，他的呼吸就停了。我不愿意相信他就这么死了，仍然一遍遍输送着法力。我们分别已有1000年，如今只有这短暂的重逢。太阳落山时，我终于接受了杜瑞死去的事实。我这位主人1000年前坑了我，1000年后还要我埋葬他的尸首。我擦了擦垂落的眼泪，佯装镇定地将他埋进了土中。他是个称职的主人，明明自己该飞升了，却为了解决我的事等待了1000年，甚至为此丢了命。人心是莫测，但人间有善念。我带着黑山的妖灵回到了我和杜瑞的房子。婆婆正在洗菜做饭，她看见我很惊讶，你哪里来的？私闯民宅可是要犯法的哟。她不记得我了，也不记得杜瑞。她坚称这处房子是她自己用存款买的。我只好说我是前房主，来取一些东西。婆婆给我指了一间杂物房，说她把东西都放在了那里。我在一众物件中翻找着杜瑞的东西，终于在一本被封印的书里发现了一封信。月娥，展信家。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主人，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可留给你。我更希望你没有回来，没有查看我的遗物。对你来说，忘记我比较好。谁让我是给你整个妖生带来风雨的人呢？杜家的一切我已解决，你被束缚这么久，自由了就好好出去走走吧。我给你留了一笔钱，密码是888888。月娥，要开心呀！他的落款是不负责任的主人，日期是婆婆临产的前一天。我的双眼不受控制地滴下眼泪。嗨，人类生老病死，伤心啥？我劝慰着自己，
从信封中拿走了那张银行卡。伤心可以，钱得要。你很穷吗？黑山从我的包里探出头来，好奇地看着我，立刻将信折了起来，佯装平静。我一个被人供奉的妖，怎么可能没钱？我一个住在庙里的妖怪，哪里来的钱？以前陈玉的太爷爷给我送的金子，都被我送给了路过庙门口穷困潦倒的拾荒者，所以我是真没钱。陈玉给我打的生活费，现在的余额只剩下了20块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那算了，我本来想说你要是没钱，我可以给你，还有这等好事。我有点想撕了我这张犟嘴。小黑山啊，你看，姐姐一天带着你，花销有点大。黑山扑哧笑了出来。可车是你坐的，饭是你吃的，旋转木马是你玩的。我的脸僵住了，这孩子怎么没情商呢？不懂得讨姐欢心，那就遭受姐的毒打吧。我率先动了手。黑山从包里跳出来，努力躲闪着阳光、沙滩和海浪，真好。我喝着椰汁，晒着太阳。黑山还是小小的一团，努力帮我扇着扇子，左边右边。黑山扑腾着小手，忙晕了。他哀怨地看着我，你花着我的钱，还使唤我。萌萌的脸上很是委屈，我看着心都要碎了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十恶不赦的奸商，只会压榨可怜孩子。我让黑山休息会儿，黑山坐了下来，摇晃着双腿，在手机上一点一点的，好像在发着信息。姐姐，西易经说你把我老婆本花光了，你就得到我老婆。什么鬼？我一口椰汁喷了出去。我夺过黑山的手机，开始输入语音。你这条丑蜥蜴乱讲啥呢？他一个小孩子哪懂这些乱七八糟的？你再敢乱说，我就送你去南极看100年企鹅。蜥蜴精吓得再也没说话。姐姐，你这是花了我的钱，不想认了吗？小黑山脸沉着，拳头捏得紧紧的。我突然想到了愤怒的小鸟，惹不起。36计，我还是跑吧。姐姐，你要是不给我说法，我就去找6扇门说你诈骗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诈骗？这小兔崽子胆子真是越发肥了，敢这么对我说话。我撸起袖子，回过身，又把他揍了一顿。黑山扬起鼻青眼肿的眼睛，哇哇大哭，让很多行人都怪异地看着我。黑山边哭边说，你这个女人真狠心，嫌我现在身子弱小，挣不了钱，你就想抛弃我。路人已经拿起手机报了警。我无奈，老娘的一世英名就被这个小鬼毁了。姐姐，等我长大，我就给你当老公。我一踉跄，摔在了地上。远处的警笛声传了过来，我丢不起人，火速带着黑山跑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